王爷，刚刚外面的人来报，说是四皇子殿下在长安街被人行刺，伤势不明。林牧师顿时觉得老四受伤真的是太及时了。啊，什么人干的？四皇子现在人在哪儿？人已经送进宫了，刺客死了几个，还有2个人逃跑了。现在大理寺和京兆尹府的人正在四处捉拿。本王要进宫一趟。你去吧。王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出汗了？没什么，老四受伤倒是挺及时的，相当于救了我呀。太子，知道是什么人行刺了老四吗？只是听说是一些江湖草莽，有2个人刑部已经确认是通缉的江湖大盗，剩下的人还在核查。老四怎么把江湖大盗给得罪了，而且还到了要杀他的地步？本宫和你们一样一无所知。皇上，四皇子腹部的伤已经暂时稳定了，好在伤口上并没有涂毒，接下来只需要安心静养，不日就可恢复。不必多礼了。父皇，我们听说四弟被人行刺了，可有刺客的消息？已经让窦黎明去调查了。皇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有人敢对皇子动手，您可一定要为四皇子做主。臣妾可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是有什么事情，臣妾也活不了了。朕知道，你且别哭了，去看看老四怎么样了。皇上，死的人全都是朝廷缉拿的重犯，他们全都是亡命之徒。至于逃走的那2个人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何身份。他们为何要行刺四皇子？人都死了，眼下倒是无从判断。不过皇上放心，逃走的2个人中有1个人受了伤，只要封锁4道城门，严密排查，再让人在药铺里盯着，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他们的踪迹。此事就交给你去，务必要找到2名刺客。朕倒是想要看一看，他们到底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敢行刺皇子。皇上，奴才听说玉郎王妃精通医术，四皇子伤势颇重，不如请玉郎王妃进宫来看看。父皇，季玉哥只对毒感兴趣，若论起智商，只怕还不如太医院的医助。文公公向来和韦贵妃交好，后宫人尽皆知，此时让玉郎王妃进宫，摆明了心怀不轨。玉郎王爷，莫非是舍不得，或是不愿意呀？文公公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！孙元正不是说老四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吗？既然控制住了，那为什么还要二嫂进宫啊？毕竟是小叔子和嫂子的关系，老四的伤又伤在了腹部，要是二嫂看了老四的腹部，二哥心里怎么可能舒服呢？皇帝此时也反应过来，埋怨地瞪了一眼文公公，觉得他多话。是老奴思虑不周了，老奴只是想玉郎王妃之前为救太子殿下，可以不顾男女大防，以为到了四皇子这里也是可以的。太子当时是性命垂危，太医院的人束手无策，二嫂要是再不出手，那太子就死了。老四的情况能一样吗？再者说了，太子除了是二嫂的大哥，还是二嫂的表姐夫，那跟老四可不一样。老奴多嘴，老奴该死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出去掌嘴！这，离开御书房之后，林清河还特意的去盯着文公公掌嘴。原本想要放一放水的人也不敢松懈了，每一巴掌都打得极狠。活该，这就是多嘴的下场。你们说老四那边是怎么想的呀？既然主动让二嫂过去给他看病，他也不怕二嫂毒死他。怎么说你二嫂呢？二哥，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老四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，让二嫂给他看，他也不怕外人说闲话。我看啊，老四或许就是想故意恶心你。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王爷，您至于吗？为了躲王妃，难不成您想日日夜不归宿？少说废话。接连好几天，林墨池都在外面忙。季宇哥以为他是在忙四皇子被行刺的事情，对于他晚归的行为也没有怀疑，可是心里却一直对韩云一这个人很是好奇。对了，我怎么把梅妈妈给忘了？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不怕你家王爷知道你来这儿？我来这儿还用得着跟他打招呼？他现在一天天的都不见人影，
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再说，我是那种出门跟人打招呼的人吗？林墨池跟我打招呼还差不多。玉兰王妃，您就别装了，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，王爷让您好几天出不来屋，对您宠爱有加呢。就是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当真是令人羡慕，有王爷这么一个痴情的人儿。听说为了独宠王妃一个人，府上的李侧妃都被关了起来。王妃不但长得好，性情也好，我要是玉兰王，自然也巴不得宠着，恨不得把她藏起来呢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赶快去休息，晚上还有接客呢。梅妈妈，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想要你帮我打听打听，你知不知道一位叫韩云依的女子？我倒是认识一位叫韩云的女子。不是韩云，就是韩云依。我还真不记得，不知道这个人有何来历，为何让玉兰王妃如此的紧张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另外不要叫人知道是我在打听。玉兰王妃怎么这么紧张？莫非这个人跟你有仇？仇怨大了，情敌算不算有仇？你就别问了，帮我好好打听打听。好，回头我就让人去打听。那就多谢您了，我先告辞了。此事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打听打听。梅妈妈笑着摇了摇头，结果季宇哥刚下楼，梅妈妈却一脸紧张地追了上来。怎么？梅妈妈该不会想找我要钱？瞧瞧您说的，这么点小事，我怎么会找你要钱？我是有一个病人，想要找你看看。什么病人？女病人？这一次是个男的。这个人是我的一位子侄，一不小心受了伤。本来我是打算请外面的大夫来诊治，哪知道遇上了四皇子遇刺的事情。现在各大医馆查得很紧，根本请不来大夫。他们是查刺客，又不是查他，难不成他是刺客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你怕什么？你也知道我这里有些生意是见不得人的，这要是让官府查到可就……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免得将来事发的时候连累到你。您就说愿不愿意帮这个忙？行吧，长得倒是不赖，不过比起我表哥还是差一点儿。天底下有几个能有崔公子好看的？很多美女在崔公子面前都稍有逊色呢。说的也是，也就我这样的美女比表哥好看一点点。没见过这么自恋的。你是什么人？别着急，他是我请来的大夫。大夫？你是大夫？季宇哥胡乱的点头，神情变得紧张起来。不太好啊，男子胳膊上的伤口血肉外翻，还带着一股腥臭味儿，这是中毒了。梅妈妈让小环去有凤来衣阁，把我放在那儿的药箱拿来。他中毒很深，需要把毒逼出来，要快，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。你让人准备一些白纱布、热水，最好再找一些烈酒过来，或者盐水也可以。青衣男子没有动，我和他无怨无仇，不会害他的。没一会儿就端来了热水、纱布还有烈酒。已经让小环去了，他怎么样？你也看到了，他的伤口并不深，按理来说是不用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他的伤口却发炎了，而且还有一股腥臭味，唇瓣发紫，胸口有一团黑气，这说明他中毒了。这毒一时半刻要不了他性命，可却会让他伤口无法愈合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他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红斑？是。他这伤多久了？已经3天了。3天的时间够长，这都没死，可见生命力挺顽强的。王妃，我知道您对毒一向有研究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，他是他们家的独苗，不能有事啊。王妃？王妃，手下留情。你是什么人？听到我是王妃，为何这么激动？我？他也是担心你是朝廷的人，害怕被抓，所以有些紧张，还不快给玉兰王妃道歉？对不起，梅妈妈，此人是玉兰王妃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现在外面看得紧，能够救你家公子的就只有他一个人。你别看她年纪小，又是个女子，但是医术却很了得。商青山这会儿哪里还敢轻视他，连连点头。他的毒已经被逼出来大半，剩下的一部分余毒，靠着身体自愈系统就可以排出来。不过谨慎起见，应该吃一些解毒汤药，不知道楼里面可有连翘？有的，一些常见的药材，酒楼里还是会备着一些的。不知道玉兰王妃想要什么样的药材？
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。好，1天1包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晚各用1次。多谢。多谢玉郎王妃救了我家公子，之前有所冒犯，还望您恕罪。算了，你也是忠心一片，2个人，1主1仆，是不是太巧合了？窦大人，原来是玉郎王妃啊！我也是为了方便出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在搜查刺客。随便搜查，我们有凤来一阁可是震惊的买卖，跟刺客可没关系。王妃放心，我们只是例行检查。检查，随便检查。回大人的话，没有。玉郎王妃，那在下就不打扰了。窦大人慢走。窦黎明一家店铺的查，再这么下去，很容易找到凤仙楼。要是刺客从凤仙楼被找到，只怕凤仙楼的一众姑娘都要遭殃。季宇哥已经断定了2人的身份了，男子所中的毒和林微生荷包里的毒成分是一样的。季宇哥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抄小路来到了凤仙阁。梅妈妈见到季宇哥去而复返，有些纳闷，季宇哥却把窦黎明搜查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梅妈妈顿时脸色大变。多谢玉郎王妃。季宇哥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剩下的事情他就不管了。是你？就是我。我刚来你怎么就要走？好不容易遇上了，不如一起喝个茶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别呀，好不容易遇上，怎么不给我面子？郭放直接上了手，把他往楼上拉。好在他还知道男女有别，并没有碰到他的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赶时间。姑娘当真是爽快，我也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。之前你不是有意说要跟我做生意吗？现在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，怎么样？你之前不是没答应吗？实不相瞒啊，我这家里管得严，每个月的月钱只有那么几两银子，就那点银子哪好意思跟你合作呀？也就是最近跟你赚了一点钱，我才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你带带我呗。你倒是诚实。没办法啊，对你不诚实也不行，你就说你有没有门路吧。门路倒是有，也不费事，就是需要地方。我们家在京城就只有1处房子，可没有太多的地方呀。地方我有，人我也有，做的事情也不费力。你什么都不出，我拿大头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了，我不贪心，能够让我赚点零花就行了。我这里有2张造纸的秘方，我准备造纸卖纸。你有造纸的秘方？我虽然有秘方，可一旦生意做起来，眼红的人必定不少，所以我需要有人罩着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你想让我给你撑腰，帮你对付觊觎秘方的人。你放心，这种事情我手到擒来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有我在，亮他们也不敢找你的麻烦。郭公子是个爽快人，我想以你的影响力，肯定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是，不过话还是要说明白，挣了钱我们怎么分呢？我也不占你便宜，经营管理我也不会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多要，你给我2成，怎么样？2成？季宇哥有些为难，心里却乐了。要不1成？不能再少了，我郭公子的名声怎么也值这些钱吧？好吧，2成就2成，不过可说好了，有麻烦你解决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这里是青楼，玉郎王妃为何会在这里？你们忙，我就是来这里听听曲子，这就走了。刚刚那个人时常来你们这里吗？那位是我们老板娘的朋友，有的时候会来这里听听曲子。玉郎王妃，外面的传言是真的？回母后的话是真的。凤仙阁是什么地方？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去得了？外面已经传遍了，说你放着好好的王妃不做，你去青楼那种下贱的地方，这以后你让外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玉郎王？母后，我去那里不是胡闹，我是有事情要做的。你有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不能让手下的人去办呢？非要你一个堂堂王妃亲自去？救星啊！本宫倒是想知道，你去那种地方有什么事要办？母后，我要是说了，你能不骂我吗？你先说说，本宫在考虑会不会骂你。母后，您知道最近京城特别火热的金蛇狂舞？听说过，这首曲子十分的欢快，最近还传到了宫里。你应该知道，
这首曲子是凤仙阁里传出来的，是在有凤来仪阁开业的时候传出来的。听说过，本宫听闻有凤来仪阁推出来的男装和女装十分的受欢迎，可和你去青楼有什么关系？那首曲子就是我创作的，有凤来仪阁也是我的。什么？有凤来仪阁是你的？是。母后，这件事儿臣可以做主。有凤来仪阁原本是姑姑的陪嫁，后来到了表妹的手里，表妹接手之后就改了名字，还推出各样的衣服，据说很受欢迎。起来吧。多谢母后。即便如此，那种地方你也不该去。我知道了，母后，我以后不会去了。母后，玉郎王妃这次知道错了，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。如此就最好了，本来也不是什么事。本宫也知道有些夫人小姐也会去，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。玉郎王是皇子中第一个封王的，你身为他的王妃，应该处处小心谨慎才是。是。表姐，要唱100遍，我得唱到什么时候去呀？活该，是叫你去那种地方的，即便是情有可原，也应该注意一点。已经很注意了好不好？我特意女扮男装去的，谁知碰到窦黎明，他也真是的，当时都放了我了，干嘛背后传这种小话，害得我被皇后训斥。这里是皇宫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回头传到窦黎明耳朵里，你可就遭殃了。怎么了？他做这种事情还不让人说了？要不是他，我能被罚抄写100遍女诫吗？亏我还觉得他挺好的，没想到背地里是这样的人。这么厚，抄写100遍，抄到猴年马月去。皇后娘娘向来注重规矩，你想办法讨好她，或许有转机呢。哎，表姐，你久在皇后娘娘身边，应该知道她的喜好，她都喜欢什么呀？你真是笨呢，没听出刚刚皇后娘娘的话来吗？你的有凤来仪阁不是有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吗？听说那些衣服啊，都是有凤来仪阁的掌柜设计的。我一想就知道是你，也只有你啊，才能够设计出那样的衣服来，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的，皇后娘娘也不例外。好主意，表姐，皇后娘娘喜欢什么颜色，什么花样？崔文云就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他。表姐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给皇后娘娘送去，我觉得皇后娘娘特别喜欢你。行，谁让你是我表妹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朝着一旁干呕了2下。表姐，你，别说。等没人了，季宇哥又给他检查了一遍，甚至还用了实验室里的扫描。表姐，你有了，而且还是双胞胎。真的吗？我的月信已经推迟了有7日了，原本我就有所怀疑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，还是双胞胎，你能确认吗？当然确认了，表姐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人来把把脉，不过不足1月，不知道太医能不能拔出来。你是怎么拔出来的？哎呀，季宇哥总不能说是因为实验室啊，我聪明啊。表妹，孩子没事吧？表姐，你别紧张，你身体好，主要以后多注意就没事。回头我给你写几个方子，你照着吃，等再过半个月，你再去找太医。表妹，如今我能信任的人也只有你了。东宫眼下看似平常，但也是危机四伏，我怀有身孕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。你总要告诉太子。等我胎稳了再说，太子的性子我清楚，他要是得知我有身孕了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听话。万一他又放纵自己，之前调养好的身体岂不是白费了？季宇哥给崔文云列了几张食补的单子。表姐，你让人照着给你做就好了，你身边最好还是要有稳妥的人才行。你要是不相信东宫或者宫里人，可以找崔家人。你怀孕是大事，我想要是舅舅舅母知道了，肯定也会高兴的。我会的，不过崔家不在京城，就算派人过来也需要一段时间，这些日子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表姐，我每隔几日就过来看你，要是我总是过来，外人只怕要怀疑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那你隔几日来看我，一定要来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这几日你最好不要和太子同房了。崔文云点了点头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季宇哥把女戒递给了他，李墨池松了一口气。母后让你抄女戒了，你要是累的话，本王可以模仿你的笔记，想来母后也看不出来。真的？他怎么对我这么好，好的都有点不真实了。
母后罚我抄女戒，是因为我去凤仙阁的事情，你就不生气？你以为你去那里的事情本王不知道吗？对啊，你知道，难怪不生气。你知道怎么不说，害得我白白担心一场，每次都是翻墙出去的。难不成还能怪在本王身上吗？你去那种地方本来就不妥，本王考虑你是有正经事要做，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要是放纵了你，只怕你会穿着王妃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回头让母后知道了，可就不只是抄女戒这么简单，没准还会打板子。还是算了，大不了以后我不去了。你要是真想听去，等遇到了初一15的时候，本王带你去。真的？真的。季宇哥想不到，他抱怨窦黎明的那番话还是传到了正主的耳朵里。查到是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了吗？查到了，是赵茂。杀了。师父，赵茂不过是传了个话，就这么杀了他，只怕不太妥当。如果只是一般的小事也就罢了，此事涉及到玉郎王妃，甚至还牵扯到了玉郎王，绝对不容小觑。他在御前做事，这点分寸没有吗？管不住嘴的人，在宫里是活不长的。师父，我看你这么做也是为了给玉郎王妃出气吧？说起来，玉郎王妃也是遭了无妄之灾。玉郎王妃这个人性情洒脱，又有本事，倒是有几分江湖儿女的气息啊。你所说的不抄写女戒，就是打算用这些衣服来哄得母后开心？当然了，表姐告诉我的方法，她是不会骗我的。太子妃的确懂得皇后的心思，你光是想着母后了，就不想着给父皇做两身？还要给皇上做？你的有凤来衣阁不也分女装和男装吗？既然你给母后做了，为什么不想着给父皇做两身？你去凤仙阁的事情，父皇虽然没提及，但不代表他不知道。你要是做了，他肯定高兴，日后有人提起，他多半也不会生气。说的有道理。玉郎王妃，这些衣服都是你设计的？是。没想到你还有此等本事，这些衣服朕和皇后很喜欢，记你一功。多谢父皇。哎，还没到朕的生辰，玉郎王妃，你怎么这么早给朕和皇后送礼物？该不会是有事相求吧？早就提醒过他了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这下乐极生悲了吧？本宫让你抄写的女戒抄得怎么样了？糟了，我心心念念给父皇母后尽孝心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，真是该死呀！哼，本宫看你是故意忘的吧？怎么会呢？母后的吩咐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，实在是一心都扑在衣服上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，还请母后恕罪。玉郎王妃的一片孝心，当真是感天动地啊！想来玉郎王妃已经知道错了，皇后就免了她的责罚吧。多谢父皇，母后慈悲。看样子她还真是故意。怎么会呢？这么明显在说假话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果然古今中外，只要送礼送到位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，哪怕是皇上皇后也不例外。玉郎王妃，本宫看你衣服设计的极为巧妙，不知你可有时间给本宫设计几套？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太子殿下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，喜欢什么样的配饰，什么样的图案。这有什么讲究吗？当然有了，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可是不一样的衣服穿在不一样的人身上，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像太子殿下您这般气质出众、才华卓然的人，和普通人穿的衣服自然不能一样。林墨池一口茶喷了出来，当着父皇和母后的面说话，竟然也这般不着边际。都多大人了，喝茶都能呛着。玉郎王妃觉得像本宫这么气质卓然的人，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崔文云轻轻咳嗽了2声。表妹胡闹也就罢了，殿下怎么能够跟着一起胡闹呢？这还是当着父皇母后的面。单从肤色而言，建议穿蓝色系衣服。我们有凤来衣阁最近研制出了一种宝石蓝的颜色，特别适合太子殿下的肤色。若是太子殿下能够穿上有凤来衣阁的衣服，这可谓是打通一条高奢路线。真的？太子妃，这是怎么了？崔文云刚张口，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一个字来，又是一阵干呕。太子妃，你是不是……
崔文云明显一惊，随即羞红着脸，微微颔首。快去请太医，把孙院正、杜太医、顾太医他们全都请过来。原来不只是为了衣服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竟然连我都瞒着。很快，太医院的太医就都过来了，滑脉确诊无疑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，太子妃这是有喜了。你是说真的？真的有喜了？的确，太子妃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太子妃有喜了。你们能诊断出我怀的是双胞胎吗？为何太子妃说怀的是双胎呢？别说我，别说我，别说我，是表妹说的。玉兰王妃，你能确定太子妃怀的是双胎吗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就是感觉像。你现在刚刚有孕，一定要好好的养着，有什么事就跟母后说。多谢母后。林胜渊握住崔文云的手，激动的都快哭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当然了，此事你做得不错。那是当然。林墨池觉得还是不能太过于夸赞他，要不然他又得得意的要上天了。东宫，林胜渊直接将崔文云抱了回来。快去给太子妃沏茶。太子，有身孕的人不能喝茶。是吗？那快去把茶叶什么的都收起来。太子妃，你想喝什么？太子，您不必如此紧张。对，本宫不紧张，本宫一点都不紧张。回到了玉郎王府，季宇哥就兴高采烈的去把赏赐的东西入库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本王再一次重新认识了王妃，不知道王妃还有多少本领是本王不知道的，本王倒是有些期待。哼，我会的本事可多了，殿下可有的等呢。那本王就一点一点挖掘，总有一天能够把王妃看懂看明白。那你可有的等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太子的身体不是已经垮了吗？不是生不出孩子吗？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殿下，为了不让宫里的太医发现当初下的药量都很低，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才能够达到效果，并不能够完全保证。我不管，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孩子，绝对不能让太子有嫡子出生。太子要真的有了嫡子，他就更加没有机会了，这么多年的筹划就都白费了。四皇子，我倒是觉得此时不宜出手，不如先等上2个月，等到东宫的人放松警惕之后再动手。刺客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小豆统领不知道查到了什么，皇上突然改变了态度，让窦黎明把人都撤了回来，想来可能是查出了刺客的身份。都怪江南的人办事不力，商家有这么一条大鱼流入在外，他们竟然没有查出来。这也在所难免，商家家大业大，谁能够想到商家的大公子竟然不是本人？真正的商家大公子一直在外历练，到如今为止，极少有人见过这位大公子的模样，即便是走在大街上，只怕也查不出来。我的伤绝对不能白受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人。放任这么一个人在外面，商家抄没家产一事迟早会败露，这相当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。殿下不必如此担心，当时那刺客中了毒，毒是无药可解的，想来他现在已经毒发身亡了。尽量找到他的尸体，我要确认他的确已经死了。另外再让人去查查商家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流落在外。是。公子，现在有人说太子妃有了身孕，你要不要去东宫恭喜一下？我去干什么？我要是去了，不就证明了姐姐有身孕的事情吗？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等过些日子我再去也不迟啊。公子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条狗还回去啊？还回去？我可没打算还回去。这可是表小姐的狗，您怎么能占为己有呢？反正我就是不还。您就不怕表小姐找上门来？就是找来了我也不还。对了，吩咐门房那边盯着点，别让表小姐进门。就说我最近在忙于科考之事，没时间接待外客。这还是他们贤明在外的公子吗？怎么像是一个活土匪啊？
天这么热，你干嘛跑得这么着急啊？你是不是在找一枚簪子？什么簪子？居然还不承认！你不用骗我了，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，她是谁？你知不知道，不问自取，是为贼也。没错，我就是小偷，我偷走你的簪子，或许不止如此，我还偷走了别人的夫君。你如此在意韩云一，为了一个簪子跟我吵架，你之前是不是想娶她来着？怪不得一开始这门婚事你说什么都不同意，你心里是不是早就有了想娶的人？本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把簪子还给本王。我要是不还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果然他心里有韩云一的位置，是我鸠占鹊巢了。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至于韩云一的事情，本王可以跟你解释。你把簪子先还给本王。你果然喜欢他是不是？林墨池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或许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心虚。你这个渣男！季宇哥是真的有点伤心了，哪怕是他曾经喜欢韩云一，跟自己解释一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哪怕是说他自己曾经喜欢过那个人，现在不喜欢了也行啊。可是他竟然没有一句解释，竟然还想动手打自己。王爷，王妃并没有回季家，而是去了崇文坊的一处宅子，那处宅子是王妃母亲的陪嫁。他搬出去反省反省也好，想想自己错在哪里了，让人盯着点，别惹出什么事情来。王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就别嘴硬了，你明明是很担心王妃的。本王哪里嘴硬了？王妃私自来偷东西，难道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你整日看着书房就一点没有察觉到？王爷，小的整日跟在您的身边，书房不可能时不时的都盯着。至于王妃会拿东西，应该也是怀疑之前珠宝的事情。林墨池瞪了他一眼，打开暗格，打算把簪子放在里面，突然升起了一股青烟。王爷小心！季宇哥，王妃，您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他出轨了。出轨？出轨是什么意思啊？出轨就是红杏出墙的意思。红杏出墙来形容王爷，是不是有点不太贴切？不对，红杏出墙，也就是说王爷心里有人了？真是太过分了！王爷有王妃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能够有其他的女子呢？她是谁？王妃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我都知道，王爷将来身边总会有其他人的。其他人身边可以有其他人，本王妃绝对不允许王爷身边有其他女人。李芳华也就罢了，当初的事情我可以接受，可其他人就不行了。我无法接受林墨池心中有其他女人，更不用说竟然为了其他女人要打我。王爷打您了？他想打来着，但我可不是那种站上他打的人。不管怎么样，王妃都不该直接跑出来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可是有不少人都看到了，这下指不定要如何议论了。我都已经跑出来了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？这次出来了，我就不会回去了。要么林墨池就将韩云一的事情解释清楚，要么他们就和离。此时的林墨池正一身的红癣，痒痒的不行，哪怕泡在冷水里，仍然是奇痒难忍。王爷，要不然还是去把王妃请回来吧。不必，本王才不会去求他。王爷，王妃制作的毒物，太医都找不出解药，你若是这么一直忍着，总归不是事。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奴才去说。这次林墨池倒是没说话，沉默就代表同意了。王妃，求求您救救王爷吧！王爷不知怎的中了一种奇毒，奇痒难忍，这一会儿命都要去掉半条了。哟，他倒是把这茬给忘了，书房里还藏着留下来的毒。是吗？既然中毒了，应该去找太医，找我来有什么用？或者去找那位韩云一姑娘，说不定她一出现，王爷什么病都好了。王妃，其实韩姑娘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亲眼所见，不是这样是哪样？你敢说你家王爷不喜欢她？不喜欢她，干嘛要把簪子藏那么深？那一箱珠宝是不是都是为她准备的？这话他也不好回答，就连他都感觉得到王爷对韩姑娘是有心思的。王妃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眼下给王爷解毒要紧。王爷现在还在冷水里泡着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可怎么交代呀？王妃，求求您开恩救救王爷吧！不管。王妃，小的求求您了，您就可怜可怜小的。要是王爷这个时候出了什么事儿，回头宫里面皇上皇后娘娘责怪，
小德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喏，这个能止痒，用它来泡澡就行了。不过本王妃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想给你惹麻烦，回去可别乱说。明白，小的明白。明白还不走？是。廖福将解药带了回来，没多久，林墨池便觉得身上不那么痒痒了。他都说什么了？可知道自己错了？王妃应该是知道错了，要不然王妃怎么可能给我解药？只不过王妃还在纠结韩姑娘的事情，不愿意回来。知道错就好，也就是本王能够如此纵容他，换作是别人，早就把他拉过来打上几板子了。这话你也就是在心里说说，真到了那天，指不定谁打谁呢。哎，是，王爷说的对，王爷宽容大度，何必跟女人计较呢？哎呀，廖福真心的觉得心累，哄完王妃，还要哄着王爷，当下人当到他这个份上，也真是没谁了。林墨池泡完了澡，看着桌子上发黄的宣纸，王爷，听说王妃最近在造纸，想来这纸张就是王妃亲手做出来的，打算给王爷一个惊喜。王妃心里还是有王爷的。王爷，现在外面只怕已经有人知道王妃离开了王府，明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传出来。王爷，不如去把王妃接回来吧。本王去接她，她就能回来。再说本王又没有错，凭什么是本王去接她？她一点容忍之量都没有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敢污蔑本王和韩姑娘的清清白白，一副龌龊心肠。本王断然不会纵容她。她既然要在外面待着，就让她待着好了。王爷，您这不是把王妃往外面推吗？王妃本来就心中委屈，再说了，此事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。若是你早些跟王妃解释清楚韩姑娘的事情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本王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向她解释吗？再说了，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为什么本王就不能？王爷，您这完全是在说气话。您不是那种喜欢三妻四妾的人，小的自小跟着你，知道您不喜欢三妻四妾，只想找一个人过一辈子。小的也看得出来，您现在心里大部分位置全都是王妃的。至于韩姑娘，您只不过是心怀愧疚，想要弥补罢了。王妃是性情中人，她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她肯定是以为王爷心里装着别的女人，所以才如此气愤，懊恼之下做出一些冲动的举动来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先下去吧，本王要好好想一想。王爷，韩姑娘已经不在了，这辈子都未必会出现。王妃是您明媒正娶，是要跟您相守一生的人。爹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废话，王妃都离家出走了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怎么样，王爷气消了吗？打算什么时候把王妃接回来呀？我看悬，王爷王妃心里都憋着气，要想让他们两个和好，估计不太可能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跟在王爷身边这么久，不知道劝说着他呀？韩姑娘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够跟王妃说呢？谁跟王妃说了？是王妃自己发现的。不过王妃倒也挺能忍的，看样子王妃已经知道韩姑娘的存在许久了，这些日子一直等着王爷开口，结果王爷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。当初韩姑娘救了王爷之后，没过多久便一走了之，我就觉得不太安稳。如果真的想要一走了之，就不该留着书信，书信里面还提什么有缘再见，这不是明摆着吊着王爷吗？我哪里知道呀？你知道？你什么不知道啊？王爷是不是打算娶她为妻来着？廖福在亲爹的注视下点了点头。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呢？王爷的心思我哪里知道？王爷又没有明着说，我也是猜出来的。玉兰王，季大学士，我听说宇哥从王府里跑出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岳父大人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岳父大人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。好，我觉得二哥对上季太傅肯定没好果子吃。知不知道玉老王妃为什么跑出来？我哪里知道啊，我昨天一直忙着军中生残将领的名单，天黑才回府，今天早上才知道此事。不过二嫂气冲冲的跑回来还没回季家，我觉得肯定是生大气了。林胜渊也点了点头，像季宇哥这么讨喜的人，如果不是受了大委屈，断然不会一走了之。二哥也真是的，
像二嫂这么有本事、性子还好的女人，打只灯笼都难找。她竟然还惹人家生气啊！惹人家生气之前啊，也不打听打听人家父亲是谁。那季大夫可是连父皇都敢骂的人啊！你这簪子是送给谁的？是送给李芳华的吗？不是，簪子是我原本打算送给一位救命恩人的，后来他走了，簪子就一直被我收藏起来，哪知道后来被王妃发现了，他就误会了。我问你，在你心里是你救命恩人重要，还是宇哥重要？这怎么，难不成救命恩人比宇哥都要重要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，本王只是觉得两者没必要比较。本王对韩姑娘只有感激之情，对王妃自然是爱护有加，两者没有比较可言。但愿王爷说的是真的。哼！你们的事情，玉郎王已经告诉我了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跑出来呢？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王爷表面上跟我谈情说爱的，心里却心心念念着别的女人，这我怎么能忍呢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怎么正常了？要是你心里装着其他女人，表面上还跟我娘你侬我侬的，娘心里会舒服吗？当初我和你娘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彼此心中都只有对方。至于杨氏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怎么就没办法了？想要拒绝还拒绝不了吗？如果爹生硬的说一辈子只有娘一个人，哪怕是祖母硬塞也塞不进去，难不成祖母还真能够找个绳子把自己吊死吗？我没有针对您的意思，只是有些生气，您别放在心上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难不成就打算在这里住着？反正我已经出来了，先这样。他要是不把韩云一的事情解释清楚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总要弄清楚谁才是他最喜欢的人。女儿只有一颗心，他也只有一颗心，我满心满意的对他，他心里也不能有其他人。可是李芳华已经嫁过去了。那不一样，王爷心里根本就没有李芳华，他就是再怎么样我也不生气。可是韩云一不一样，很明显王爷把她放在了心里，这个女人眼下是不在了，可万一有一天她突然蹦出来呢？既然如此，就依着你吧。谢谢父亲。你放心，父亲永远都站在你这边，我的女儿可不能平白被人欺负了去。不过你住在这里啊，只有崔嬷嬷和小环两个人，终究让人不放心呢。要不还是回府里去，也让玉郎王看清楚我们季家的态度。季宇哥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玉郎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朕听说季宇哥回了娘家。回父皇，是的。朕也明白，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的，可是不能这么一直冷下去，时间长了，情分就没有了。儿臣知道。你既然知道了，就去把玉郎王妃接回来吧。总是住在娘家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尤其是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接下来还有大用处，给伤残将领安装假肢的事情马上就要干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可不能吵架呀。王妃，王爷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让他回去。王妃怕是不行，人已经请进来了。是大姐夫吗？季宇哥一看还真是林墨池，转身就跑。他又没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跑？跑的话岂不是显得他很心虚？犹豫再三的时候，林墨池已经到了身边。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跟本王回去。我不。跟本王回去。你有毛病，我都说了我不回去。怎么办？中途不开，要不上牙痒。可这么多人看着也不好意思呀。属狗的吗？还像有人。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你不怕被人笑话，本王还怕被人笑话。哼，我就不怕被人笑话，反正你也知道我脸皮厚吗？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。我不。大姐大姐夫，你们别打架。魏咏梅赶了过来，见到两个人气冲冲的，便友好的让两人坐下喝茶。这都几天了才过来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本王要没诚意就不会来了。你肯定能够听懂我的心声，要不然你怎么会说一些我没说过的话？本王就算能听懂又如何？不如何？你在季家也待了几天了，跟本王回去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凭什么你说一笔勾销就一笔勾销？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，韩云一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一个簪子而已？何至于冲我发那么大脾气？
在你心里到底谁更重要？是不是本王给你解释了，你就会跟本王回去？你先说说看，我再决定要不要回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也要告诉我，实验室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，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必须保证不能告知其他人，而且不要太过惊讶。好，那你说吧。本王12岁的时候就上了战场。你直接从韩云一怎么出现的，又是怎么消失的说就行了。本来要说的就是他，本王那个时候年轻，一不小心中了圈套，和军队走散了，是韩云一救的我。她是一个很聪慧、很貌美的姑娘，蕙质兰心，心地淳朴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讽刺？心地淳朴，难不成他是在说我心地不淳朴？我心地怎么不淳朴了？能够时不时用下毒来害人，这叫心地淳朴？心地恶毒的比毒蛇都要毒了。那个时候本王年幼，又是性命攸关的时候，突然出现如此体贴懂事又温柔的姑娘，自然会心生好感。曾几何时，本王也想过要娶她，不过她拒绝了本王。再后来没过多长时间，她就流心离开了。这些年来，本王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故事听着怎么那么像外面街道上卖100文1本的小说画本子？虽然没见过，但你对他的心思一直没有改吧？那箱子珠宝就是你对他心意的象征，你把整个王府家当都捐出去了，却唯独留下那一箱子珠宝，可见你是真真把它放在了心头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再回答下去，林墨池有预感季宇哥一定会发疯，所以他没有说话。那他还会回来吗？他要回来的话早就回来了，本王想他应该是不想让本王为难，所以不会回来了。如果他要是回来呢？你打算怎么对他？把我王妃的位置让给他？在你心里，是不是以为本王是一个好色之徒？是，要不然你怎么喜欢我呢？本王不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对韩姑娘只是心上敬畏和感激之情。我曾经的确想娶过她，但本王已经有了你，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上了族谱，本王是不会弃之你于不顾的。原来是因为族谱，你还是没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韩姑娘真的出现了，本王会给予她弥补，或许是给钱，或许是找人照顾她。这2个听起来都不过分啊，毕竟是救命之恩。季宇哥也知道救命之恩大于天，不好一下子抹杀了。林墨池内心这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，再这么看着季宇哥也顺眼了不少。现在你不生气了吧？谁说我不生气了？你虽然说你不一定会把我的位置让给他，但是万一我们2个同时出现，让你选择一个救的话，你会救谁啊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。现在该你了，跟本王说说实验室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你为什么可以和宝贝心意相通，你们到底有什么来历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说起来本王也觉得奇怪，本王能够听到你一个人的心声，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你能够回答得了了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听到我的心声的？就在我们成婚第2日。那不是他穿越而来的日子吗？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能够完全读懂他的心声。这么说来的话，你那么早就知道我的心声了，你怎么一直都不说呀？那我在你面前岂不相当于脱了个精光？不只看到了身体，连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都看清楚了。你要这么说倒也没什么问题。大意了，真是太大意了。不过我怎么能够想到林墨池能够听懂我的心声呢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。季宇哥这一下子觉得林墨池比自己还要奇怪了，难不成他也是穿越而来的？穿越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太难了吧，总不能心里面不想吧。其实我不是真正的季宇哥。本王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不会调查吗？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，做出的事情大相径庭，总是奇怪的。再加上本王能够读懂你的心理。季宇哥有些抓狂，所以啊，能够听得懂他的心理还需要他解释吗？当然需要解释，本王很想知道你所说的实验室是什么。原来也有他不知道的呀。其实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具身体里了。至于实验室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，而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屋子。屋子里面可以放东西，有很多东西，它就住在我的身体里。本王能看看吗？这东西不该属于你们这里，所以只有我和宝贝能够看到，
至于宝贝和我能够心意相通，那是因为他是我从小养起，再加上一些手段才能够心意相通。但这些都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就好比我会解毒一样。其实我解毒的手法和你们这里知道的不太一样。王倒是略有所知。这么说来，你不属于我们这里，你有一天会不会突然消失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。不过我想我在那个时代应该已经死了，可能回不去了。你是一直都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吗？也不是，在之前你刺伤我的那段时间，我听不到你的心声，后来伤好了就能再次听到了。早说呀！哎，我再刺伤你，然后你看看能不能听得懂我的心声。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实验啊，试试你受伤了还能不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可不想整天被人盯着。你先把匕首放下。我不。季宇哥，我就不，你就让我划一刀，我就是想试试。以为这是裁衣服吗？哼，想试试就试试。你想干什么？要是被你实验成功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本王的话，是不是都要给本王来一刀？倒也不是不行。季宇哥，你竟然真的敢想！你又偷听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不行，我非要再给你来一刀不可。林墨池可不会站在原地让他砍，两个人就在庭院里追逐了起来。王妃这就累了，凭你这点本事，想伤得了本王还嫩了点儿。岳父，父亲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季秋才醒过来。王爷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岳父大人说的哪里有啊？父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有事儿是你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够舞刀弄枪呢？还险些伤了人。要不是玉郎王躲得及时，你岂不是伤了他呀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罪过呀？不就是一个女子吗？何至于让你动了杀人的念头啊？你可知杀人是要偿命的。不仅如此，还会牵连整个季家。我们是在闹着玩呢。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肯定能够读得懂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现在就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岳父大人，王妃说的极是，我们的确是在闹着玩。真的？是。林墨池答应的痛快，面上却颇为无奈，这是多么明显的口是心非。你给我跪下！我怎么，我这个当父亲的管不了你了？你是不是也想一刀把我给杀了？没有，还不快求情！狗男人怎么这么狗？哟，敢骂他？岳父大人，其实王妃今日的行为已经很温柔贤惠了。难不成她还有其他过分的行为吗？林墨池，你别乱说话！你怎么能够直呼王爷的名字呢？你去给我去祠堂跪着！说句话呀！岳父大人，您今日就先饶了他吧，本王还要带他回府里。既然王爷给你求情，那这次就且先饶了你，以后万不可这般胡闹了。回去之后跟王爷好好的过日子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更不要舞刀弄枪的，万一伤着人可怎么办呢？是，我以后一定乖乖的好好的做王爷的王妃。本王也相信，王妃一定会变好的。哼！林墨池就指了指里面，你别太过分。本王过分还是你过分？之前让本王养了一个晚上，这么容易就过去了？我不上廖府给你送解药了吗？王妃觉得这么轻易就过去了？季宇哥看着他不说话，林墨池做事往里面走，他要去找岳父大人评评理。别去别去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很简单，你向本王保证，以后不准再向本王下毒。不行，论起武功来，我打不过你；论起身份地位来，我也比不上你。今日你又来了这么一遭，就连我父亲都向着你了。我要是再没点倚仗，岂不被你欺负死了？再说，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你能够读得懂我给你下毒的，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又怎么会给你下毒？本王换一个，你要是有什么委屈或者不满的，你直接告诉本王，不要用下毒这种偏激的方式。那我要是说了你不听呢？只要你说了，本王会考虑的。那不行，你只说会考虑，万一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不考虑我，
我不能保证一定不对你下毒，但前提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对你下毒。这是他的底线了。如果这一点林墨池都做不到的话，他早晚都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将来？早一点毒死他得了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你可要想好，我指的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有很多的。你不能心里惦记其他女人，也不能碰其他女人。你也太小瞧本王了。本王是那种没有自制力的人吗？再说了，本王对李芳华是什么态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韩云一呢？季宇哥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本王今日是骑马来的，你是打算跟本王一起骑马呀，还是等马车？我大张旗鼓的出来，要是坐着马车灰溜溜回去，外人怎么看我？我的英名岂不就毁了？如此大张旗鼓骑着马回去，外人只会觉得李墨池向我低头，这样一来我的地位就有了。我们两个骑马回去。好。我们能不能换一条路走？这条路人太多了。不行，人多了你的地位就有了。不可，这不是我在心里说的话吗？你又偷听我在说话，你作弊，你耍无赖。本王没有啊，要不你也听听本王的心声。你明知道我听不到。那本王就没有办法了。想下毒又不行，想骂他又怕被他听到，想打他又打不过去，当真是憋屈。两个人一个笑脸迎人，一个黑着脸，传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温元之女斗不过皇子，玉郎王妃狼狈回府。季宇哥想要的名声，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想什么呢？哎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半天话了，也没见你理我呀。我看你这直勾勾的看什么呢？难不成是看未来嫂子的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未来嫂子能从大街上找吗？大街上能有什么好货色？能从大街上找着就不错了。以你的名声，能够娶到媳妇都不容易，就别挑了。反正父亲也不注重家事，只要你能够给他找一房儿媳妇，生个大胖小子，不管身份地位，他都不会管的。点菜吧。小二，把你们店里好吃的都给我来一份。